大家好，我是 Amber， 今天又来带大家爬山了。今天呢，要爬这座山有一个台湾之最，在8月的时候呢，我不是有带大家去爬台湾最高峰玉山吗？然后今天要爬这座山，它有一个台湾最什么什么什么。那这个台湾最什么什么什么，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讲。它有另外一个很漂亮的名字，叫做台湾世纪奇峰。没错，我们今天要爬的就是大霸尖山。然后我们会花3天2夜的时间走这个大小霸的路线，会在993庄过2个晚上。那很高兴，我们今天决定了骑脚踏车，租借了3天的时间，所以前面19公里我们会骑脚踏车的方式，然后再往上爬，所以前面这段可以说是轻松。那为什么这座山台湾会这么喜欢呢？因为这是你每天都用得到的500块钞票，它就在这边。来的。那我们就出发吧。我来为大家介绍，这是我们今天的船员丽。大家来高雄孙悟咖啡可以找他喝咖啡哦。新朋友咦，好，大家可以去博尔的三一町找他逛逛。需要吧？我的包包就是在那边买的。最后就是离呼，刚从尼泊尔回来，这应该小 case 吧？不想爬了。大霸尖山服务站还没有上班，先来投入园证，前2个月到5天前可以申请。大陆0到0K 登山口20公里，出发。听山友说，这20公里是会走到厌世的一段路，所以我们选择租单车，希望可以省点力。3天是1700元，勤俭的我觉得真的是不便宜。可以骑单车爬山也蛮难得的，就当作是一种享受吧。好可怕！哇！救命啊！这也太快了吧！哎，但不是自己的车，刹车不太灵，加上车身也不太合身形，大家骑到一半就各种酸痛。哇，骑脚踏车算轻松，但也不轻松。还好阳光洒在林道很美，散发松果干燥又温暖的香味，让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停下来拍照啊！这就是花钱留时间给自己的意义啊！刚刚骑了1个小时，差不多过了10公里，所以我们应该剩9公里。Go go， 继续。好的，骑了2个小时，到了14.5的大瀑布，漂亮哎！它下面还有一个潭，哇，漂亮哎！瀑布结束了瀑布的行程之后，遇到这个连续下坡，所以咱们慢慢骑。好的，我们花了2个小时20分到了这个脚踏车停车点，等下就全程用徒步的。在广角镜的后方有一条捷径，又是一个下去的地形。拉绳地形，往下走大概8分钟就到真正的登山口——马达拉西的山口。马达拉是泰雅族语，意思是红浊色的溪水。实际看溪水其实一点都不红，我猜可能是秋天的时候枫叶掉下来，看起来像染红的溪水吧。走了0.4K 的陡上，遇到欠休息。这个休息区好多椅子，记录一下，刚过了2K， 还有2K 就到993庄，然后我的队友在后面抽筋，大抽特抽，可能是那个骑脚踏车的关系啊，因为我觉得虽然脚踏车让我们节省不少时间，但是那个路面很颠簸，所以这一路上其实刹车的用到肌肉也蛮多的。我刚下脚踏车的那一个时候，膝盖就好酸好酸，用到平常没有用的肌肉。我打算先去993庄放包包，再回来看一下队友的状况，如果需要就帮忙一点重量。今天路程还算简单，明天就比较硬了。差不多在2.7K 之后的路都比较平缓了，终于不用一直爬升了。到了，从马达拉西登山口到993庄，我觉得应该花了3个小时，因为我手机在队友那。哇，好壮观哦！这个山屋建筑群可以容纳150个人。先来导览一下今天的山屋，这里采光超好的，看
好有日式的感觉哦。这阳光很疗愈，这一间的采光非常好诶，因为它上下都有开窗，不会有那种很暗的感觉。然后这个软垫很厚，所以应该是可以不用睡垫。Yes， 4个人集合完毕，看夕阳。哦，夕阳看吧，亮啊！真的很亮诶，今天天气很好。太阳下山喽！早餐姜茶、白粥、配料、吐司，有蛋呢，荷包蛋1人1颗。好的。早安，现在是凌晨的3点50分，我们要准备从99山庄，今天要去大坝、小坝、嘉利山，还有伊泽山，单趟大概10公里到11公里，看能不能顺利捡4座百叶，然后看到漂亮的日出，那我们就出发。出发。你睡好吗？没有。山屋日常，往大坝尖山747公里，好。哦，走了快1公里，看到大夜景，天有一点亮咯。看整个路上都有不少人在登，大家距离都不一样，蛮可爱的，看得到要去的路。走了大概2个小时，走了3公里到7点2了，刚过6点，爬完刚刚的上坡了，哦，又来一个，但是应该快到人线了，哇！这个弯过去感觉就有日出了耶！你看，这个色调就不一样了哦哦哦，好漂亮啊！天哪，那是大小坝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但很远。那种清晨的光超疗愈的，很柔和。这么辛苦就是为了这一刻。到人线的时候就有这个牌子。往大坝尖山2.5，回来再捡伊泽山。今天云层超厚，在山腰的地方，超厚云层，超级大片云层。哎呦，哇，这是我这辈子看过最大片的云海，就是现在！天哪！这个路上有一点结霜哎，哇，是多冷！在9.5公里这边遇到中坝山屋，到了，10点4公里，7点到了中坝亭，前面拐个弯就看到大坝了。哦，这也太壮观了吧！看。早上看远远小小的，以为哦就是想象中的那样，但跟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。现场看超级壮观，日出在这里等大家了，超帅！我们等一下要走那个人线，这样子一直到坝基，哇，好帅哦！太帅了吧！不同选择的牌子，那个是有泰雅图腾的，耶！3492，我们到了。在泰雅族的传说中，有一块大坝奇岩裂成了2半，诞生出了泰雅族人们的祖先。裂开的奇岩则化作大坝尖山与小坝尖山，成为了族人们心中的圣山。大坝尖山地质因风化严重，80年登顶的铁梯由林务局拆除，并于民国99年公告禁止登顶。在我们的年代，登顶已经是不可能的。幸好有无人机可以飞到坝顶，看看最高处的样貌。这座泰雅族人心中的圣山真的很壮观。
哇，外面都是冰柱哎，然后融化了，所以现在落水了，落下来。是什么东西一直在流下来啊？它水在里面流，超可爱的。哦，是水哦，超可爱的。我以为是虫哎，哇，这是标本吧？哦，好可爱哦！它真的好可爱哦。去小坝的路上，哇，回头看好漂亮哦。大坝的另外一面，好美哦。这里好像日式庄园哦，看得到新竹市，后面还有海上的风力发电。漂亮。到了小坝尖山，这个牌子也做太好了吧！欢迎光临3418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回来中坝坪休息一下，等下继续走，还有2座山要捡哦。那影片开头有说这里有一个台湾最什么什么，大家猜到了吗？这里是台湾最古老的沉积岩，哇，比玉山还要老，非常厉害，收集了一个台湾之最。咦，感动！我们卸包之后走了10分钟，就到了这山 ，CP 值很高哦，大小坝很清楚。那边的超厚云海，跟另外一边的新竹全景哦，距离99还有2公里的地方，我们要捡4座的最后一座嘉丽山，耶！捡完嘉丽山了，3112，然后回头看小坝、大坝。看这个人线一路就上下下下，到这里，今天总共走了20公里吗？超累的啦！完成了，可以回99山庄吃饭了。现在是凌晨的4点半，大概再蹉跎个10分钟，我们就会起登喽。那就跟99山庄说再见。好的，我花了2个小时20分从99山庄回来这里，回来了。哎，写成2箱。嗨，各位，花了2个小时10分钟到了登山口，回来的时候比较快，因为比较知道怎么骑这个越野自行车的感觉了，所以标速一下，然后等队友。那今天影片就先这样。这次爬大霸尖山一个很大的心得就是大霸尖山真的很漂亮，而且它就是很帅，很有特色。我觉得它很适合拿来做某种巧克力之类的，就像马特洪峰，他有自己的品牌帮他做巧克力。如果要做台湾的大霸尖山的相关食品，我觉得应该要做台湾的食物，可能就是类似9层糕或者是发糕这种，它有一层一层一层的东西，或者就是巧克力千层，但是是台湾口味之类的。如果有厂商有兴趣做的话，记得让我吃一份。哈哈哈！你看我法力高强，发现了这只。近看一下，近看一下，帅有帅有帅。